奏繁琐，但是不能节省一步，不是荔枝，胜似荔枝。荔枝虾球得从这一大盘肉开始。我们中餐经常会说，唱戏的腔，厨师的汤。这口汤它可不简单，锅里边一定要凉水，把所有的食材汆烫透彻。接下来就是出热水，咱们直接煲汤，小火慢炖了6个小时。取汤以后，让它放到自然冷却，另有妙用。接下来这步可是咱们灵魂中的灵魂，就是这荔枝外皮的那个酥酥脆衣。这个配比可是夏叔得金牌的黄金配比，一定要记得在评论区里截图保留。轻轻的搅动均匀，轻挑成丝线，油水混合，形成了完美的酥化状态。开好了户，稍微静置5分钟。长安的荔枝容嬷嬷正式登场，油温5成热，大猪小猪落玉盆，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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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哒。接下来步骤有可能是这虾肉最鲜美的一种烹调方式，拍打拉砸，这样的敲砸出来呢，又能吃到了细嫩的虾肉，又能够有虾肉的完整颗粒。调配味道非常简单，就是能够屈指可数的盐，一丢丢的白胡椒粉，一定要把虾肉所有的胶质射打出来，鸡蛋清增加滑嫩。传承不守旧，致敬经典啊，也要有小巧思。荔枝虾球啊，真的有荔枝。这荔枝不是容易变味变色吗？你这个怎么这么新鲜啊？我这不是有专属的荔枝使荣升505 Well 养鲜冰箱的吗？给荔枝提供了充足的光照，营养充沛，越放越鲜甜，还能源源不断补水保湿，不皱皮不干巴，吃到这嘴里啊，一口爆汁儿。关键啊，人能主动去除异味细菌，干净还健康。从普通冰箱的被动保鲜，跨越到主动养鲜，荣升能脱颖而出，成为电影《长安的荔枝》官方合作伙伴，靠的可是硬实力。真不错，这好东西啊，我得搬回家去。想什么呢？赶紧，咱们取冰块灌高汤。真的，有些时候就做这些老菜啊，就带着满满的回忆。当时为了参加这世界烹饪大赛，前前后后忙活了1个多月，台上1分钟，台下10年功。把咱们熬好的高汤倾灌到荔枝核的地方，放到冰箱里边，自然让它冷却。一骑红尘妃子笑，无人知是荔枝来。经过了简单的冷冻，汁水丰腴，肉香四溢。剩下的过程一定要轻轻的剥，保留最完整的荔枝肉。咱们开始正式的荔枝虾球。你知道，想当年我拿这道菜去参加比赛的时候，得心里有很多的数。就像是我们现在做任何的事情，你只要用心做到极致，即使输了，咱们心里边也不会有任何的遗憾。油温4成热，荔枝虾入锅。这个荔枝呢，一开始会沉在锅底，逐步虾肉成熟，汤冻融化，荔枝会飘在油面上面。朱红酥壳果银虾，丹髓巧凝玉坠霞，琼浆迸齿惊鲜味，应是天厨别样滑。开涮！有麻有辣有鲜香，这个味道谁能挡？清爽夏日的美食鸡丝凉面做起来也特别容易啊。首先这个鸡肉一定不是煮熟的，完美的再次开锅以后，漂亮的鸡胸肉浸泡成熟，没下去。盖上锅盖，放到一边，让它缓慢降温。要想凉面好吃啊，必须得调好凉面汁儿，调好了基础味道，香上加香，2八酱来帮，轻转轻转再轻转。奇的现象这就出现，出尖不倒，开始往里边加香料水，循环往复，不要一次性加齐，充分的搅匀，小味儿小色儿，这不就来了吗？花椒面、辣椒油、薏苓椒。哎呦喂，有麻有辣有鲜香，这个味道谁能挡？这个就叫专业。这个凉面一定得从热水里边捞出来以后，千万不能过凉水，淋浇菜籽油，快速的拌面，让凉面自然冷却。咱们看看鸡胸肉，没有开火，浸煮了18分钟以后，快速过冰水。棍棒底下出孝子，棍棒底下也能出美味。鸡肉出熟，肉肉带丝儿，丝儿丝儿带汁儿，这才是合适火候的鸡丝凉面。一点都不甜了。当然了，基础操作的最后一步就是直接拌。喜欢我的内容，可以点击视频下边的抖音精选，给我投票。配券。简单的一个土豆丝儿，能够凸显出我们中华料理的极致智慧。首先，土豆必须手切，拒绝擦丝。不会切咋的？不会切，擦也行。一切土豆丝儿，就想起了我们做小徒弟学徒的时候，几十斤的土豆丝儿，切到胳膊都抽筋儿。要想人前显贵，就得人后受累。没有前些年的努力，没有今天的夏叔。土豆为什么切出来的比擦出来的好吃呢？有知道的朋友，咱们在评论区里交流一下。4方小棍儿1根儿，这就是标配的土豆丝儿。水将近准开锅的状态，直接一倒
前前后后不要超过40秒钟，一定是要把这土豆汆烫到轻轻的撅弯，它不会折断，这就是合适的火候。这土豆丝儿一吃一个不吱声。接下来夏叔这个蘸鞋底子都好吃的炝拌汁儿，你必须学会。其实啊，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拍烂蒜3合油，准备工作就这么简单，剩下让我们快乐的开炝。真正的炝是在花椒，一控花椒，花椒传辣，辣椒一泼，这才叫完美的炝拌3重奏，轻松一拌，这人见人爱，清脆爽口的炝拌土豆丝儿，这不就齐了吗？开涮，越煮越香，越煮越入味儿。响铃番茄包是真好吃，真好做。首先呀，新鲜的番茄冷冻1个小时左右，见证奇迹的时刻来了啊！热水淋浇，更加容易出沙。这西红柿在你的印象里边，它应该算蔬菜呢，还是应该算水果？咱俩接里交流一下。虾肉稍微来一颗可可达，小陀螺转起来走你。现在它还是这种流动的状态，稍微调味，它马上就来劲儿了。爽！第6套广告2、3、现在4、开始。 3、2就到点儿了，这就是传说中的虾滑。哎呦，这颗豆皮儿不简单，这个豆皮还是纯手工的呢。时间紧，动作快，油豆皮儿的水分挥发，它是以秒来计，用国宴的这种标准要求来料理家常美食，再折再叠，切成条，直接上锅，响铃卷进锅一炸，快速膨化，卷，漂亮金黄的响铃卷，这不就有了吗？凉水里边微微浸润，轻松一提又劲道又弹牙。所以说，跟着夏叔一起有快乐美食，有料理知识，最重要是你们餐桌的品质提升，也是夏叔最终的愿望。最后一步最简单最开胃，一定记住了啊！这个黄油要动物脂肪的，如果是直脂肪油的话，它对我们身体是会有影响的。夏叔是中国药膳烹饪大师，你们的食品安全和健康，夏叔真的很关注。最后撒点葱花，炎夏日没有胃口，一定跟着夏叔一起在家里边做出这个响铃番茄包，是真好吃！别等着了，开涮！只需要一浇一拌，就能用一道糖醋凉面打开你那没有胃口的小味蕾。按照整个的操作步骤，一定得是上来先调呢万能的糖醋凉面酱汁儿。为啥？先调好汁儿，一煮面一过凉就能吃，就这么简单。就这么简单，超级容易。明白了。滚烫的热油一浇，出香，二浇出红，然后蒜蓉、辣椒在这一时刻完美的同步成熟，就像这个酱汁儿，拌什么它都不会差，是不是特别简单呀？非常的easy。这汁儿调好了以后，上火煮面，一焯一拌一翻转，轻轻的让面条在锅里边荡漾起来，有一种望庐山瀑布的感觉。出热汤过冰泉，通过热胀冷缩，让面条更加的劲道爽滑，水分散尽，面条入盆。按照自己的喜欢，撒上葱花香菜。炎夏日吃点啥？糖醋凉面，人人夸，这不就齐了吗？开涮 ！Hello， 杰伦，今天夏叔做的这道番茄蛋炒饭，到底是不是你心里妈妈的味道？周杰伦是曲儿写得好，还是歌唱得好？我觉得他是3好学生。周杰伦呢，在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曾经说过，他最喜欢吃的一道妈妈的味道——番茄蛋炒饭。准备食材一定要丰富多彩。周杰伦的歌应该是一代人的一个美好回忆，像《青花瓷》《双截棍》。吼吼哈嘿，吼吼哈嘿，夏叔疯了。肉香蛋香都在这油里了，番茄味道闪亮进锅，酸酸爽爽，红红润润接踵而来。米饭锅里边一推，这湿哒哒的吧？番茄蛋炒饭炒出来既不能干巴巴，也不能湿哒哒，它应该是香喷喷儿，走什么呀？越炒味儿越浓，越炒越鲜香。刚才知道周杰伦最大的一个伯乐，居然是夏叔以前一起合作过电视节目的，他到底是谁？咱们在评论区里交流一下。您在家里边，不管是妈妈做出来的这个食物啊，到底是个什么样子，对于孩子来说，那都是最好的味道。这个泡面呢是夏叔特意加进去的，是因为周杰伦在整个的创作过程中，其实不是一路顺风。这10天里边，他除了创作，就是去吃泡面，等待周杰伦为我们呈现出更加完美的演唱会。开涮！